大家好，歡迎來到勇哥侃侃侃。今天我們總結一下搭建代理的9大問題，包括 CF 的概念性的問題，以及我們小白朋友們搭建代理過程中碰到的一些問題。所以小白朋友們一定要看仔細。我們廢話不多說，直接開始做。9大問題排名第9，VPS 用什麼系統搭建代理比較好呢？那我們買了 VPS 之後，第一個問題就是選擇操作系統。那一般情況下，我們選擇德班或者是乌班图就可以了。德班系統占用会稍微低一點，無論是德班還是乌班图，它們系統本身对節點的速度和延遲影響呢幾乎是沒有的，所以呢不必在系統的選擇上糾結，用得順手，自己喜歡就可以了。好，9大問題第8，客戶端的分享形式。分享形式常見的話有2種用法，第一個就是单節點分享鏈接，直接導入協議名稱開頭的分享鏈接，一條節點信息表示一個配置，這樣的話呢就比較簡單直觀。另外一種就是訂閱形式，它是由單個或者是多個单節點整合各種模式，并以配置文件或者以 HTTP 開頭的鏈接的形式，所以說它的針對對象是不一樣的。如果你節點比較多，而且呢又要用到各種各樣的分流以及自動化，那用訂閱方式是比較 OK 的。如果你只是建1、2個節點或者是協議的話，用單節點形式就比較快速、簡單直接。那目前市面上的客戶端也是非常的多。第一個就是支持单節點的客戶端，比如說安卓的 Vitory NG 或者是 NEQbox， 以及電腦端的 Vitory N， 還有蘋果端的小火箭等等等等。虽然它也有訂閱選項，但它們的訂閱功能完全沒有單純的訂閱類客戶端這麼的全面。只支持訂閱類的客戶端也是比較多的，比如說 Clash、Mihomo， 包括支持 Thinbox 類的訂閱客戶端，尤其是分流功能就特別的強大。那具體的話，大家還是根据自己需求進行選擇了。推薦新手朋友們，你第一次接觸的话，建議還是先使用單節點客戶端比較簡單。接下来9大問題第7個就是 CF 節點的優選 IP。那優選 IP 就是 CF 自家的全球 IP， 常見的 CF IP 有104開頭、172開頭或者162開頭，包括 IPv6 那幾個段。那需要注意的就是這些 IP 可能會變更國家或者是地區。什麼意思呢？比如說你今天選了這個 IP 比如說是美國，等到了明天說不定這個 IP 呢就會變成英國。CF 自家的官方 IP， 它的落地的地點它是會變的，包括它的速度呢也有可能会波动可能今天比較好，明天可能就不好所以平时可能需要定期的更新或者是更換。好，接下來9大問題第6， CF 節點的優選域名很多小白朋友們搞不清楚優選 IP 和優選域名那這裡的話，優選域名說白了就是把一個或多個優選 IP 統一解析到同一個域名上，那這個域名就成了優選域名。那你可以解析這個優選域名得出來的 IP 其實就是優選 IP， 只是它的數量可能有多有少。那使用時你可以直接填寫這個優選域名，效果等同於優選 IP， 但是呢比直接寫 IP 呢会更加靈活一點。比如說你需要更換 IP 的時候，只需要改动 CF 的解析就可以了，不用修改客戶端的地址 IP， 那維護和切換呢都比較方便。這裡的話，勇哥推薦大家還是用大廠或者是某些大佬維護的優選域名，对那些只要能連上就 OK 的朋友们來說，選來選去真的是沒什麼意思。9大問題第5， CF 節點的 Proxy IP。 那 CF 節點的特殊產物就是這個 Proxy IP 那 Proxy IP 本質上就是第三方的一個中轉 IP， 市面上公益的 Proxy IP 呢也是基於掃別人的 IP 然後分享給大家，所以呢它會經常的失效。那這裡說一下 CF 節點下 Proxy IP 和優選 IP 優選域名相比，它們各自的作用是什麼這個就非常的關鍵。那你的 CF 節點訪問非 CF 網站落地的 IP 是走客戶端地址的優選 IP 域名如果你訪問的是 CF 的網站，那它走的就是這個 Proxy IP， 這個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說如果你的 CF 節點不訪問 CF 網站的話，建議無視 Proxy IP 的存在
說白了，你不要去管 proxy IP 設不設或者是有效無效，因为它对你訪問非 CF 网站没有任何的影響。就是有没有 proxy IP 无所謂，这個大家要注意。下面一個問題就非常的關鍵了，9大問題第4 CF 節點固定落地 IP。那之前我們說過啊，原生的 CF 節點在實際使用過程中呢，會有2種不同的落地的路徑。訪問 CF 網站時呢，它的落地是用的 proxy IP； 訪問非 CF 網站時呢，落地 IP 是用 CF 節點的優選 IP 域名。需要明確一點 ，proxy IP 本質上是第三方的中轉 IP， 所以你填寫一個具體的 IP 的話，這就意味着你訪問 CF 網站的這個 IP 可以被真正的固定下來，它是不會變動的。優選 IP 域名對應的還是 CF 的原生 IP 啊，那這裡的原生 IP 是指你的落地顯示為 104.28 這個 IPv4 或者是 2A09 開頭的 IPv6， 這個大家可以用 IP 檢測網站進行檢測。而我們真正關心的其實是訪問非 CF 網站時 IP 到底能不能固定？其實答案很簡單是不能固定的。因為我之前的視頻教程有固定 CF 的原生 IP， 結論就是成本太高，有點呢本末倒置了。在 CF 的機制下你最多只能讓 104.28 2A09 段的 IP 在同一個國家內變化，而不可能長期鎖定原生 IP 的後綴。這裡的什麼意思呢？比如說落地 IP 是 104.28.1.1， 那這個 IP每隔幾秒鐘它肯定會變，比如說5秒鐘過後它就變成 104.28.1.2 然後在這2個 IP 之間反覆跳動這個就是所謂的跳 IP， 它變的是 104.28 的後綴。那市面上很多流傳的CF 固定 IP 的方案，大多數呢是通過鏈式代理或者是 S5 中轉來實現的。那表面上看呢 IP 是固定了實際上固定的是第三方中轉的出口 IP， 而不是 CF 的原生 IP 那這一步呢已經悄悄的把問題的對象給換掉了。那結果就是你為了所謂固定 IP， 不得不長期盯着第三方的中轉是否失效是否被封是否呢需要更換。最終呢你會發現你繞了一大圈你對固定 IP 的追求變成了自我循環的一個折騰。所以如果有人拿着一個非 104.28 2A09 開頭的 IP 段聲稱我已經固定了 CF 的 IP， 那你需要明白一個道理，這並不是 CF 的 IP 被固定了，而是用了第三方的中轉 IP 替換了 CF 的 IP。你要搞清楚這一點能幫你避開很多沒有意義的折騰，所以這個大家一定要注意。好，接下來9大問題。第3，用什麼代理協議呢？市面上這麼多的代理協議，我到底用哪一種代理比較好呢？那這裡的話，建議採用多種協議共存的一種形式，而不是只依賴一種代理。那這樣做的好處就是速度快的用追求速度快的協議，比如說 UDP 協議。那穩定的線路好的，比如說 TCP 直連協議還有就是端口被封IP 被搶，可以用 CDN 優選，根據自己的網絡情況進行一個靈活的選擇。這3者如果被針對呢，你還可以隨時切換。那接下來9大問題。第2，代理協議安全不安全？那這個問題的話我就說的比較現實一點。之前做過協議的排名從拉到夯，給大家做過參考。如果真要說到安全性，主要看這幾點，一個就是有沒有加密，流量偽裝做得好不好，另外就是用的人相對來說要少一點。那實際使用的過程中呢，大多數的人就是為了日常上網。那在現在國內這種強度下呢，基本也沒什麼問題只要你不觸碰金融違法或者是搞政治這些高風險的領域，其實你沒必要把安全問題看得太複雜。畢竟現在還是以監控為主的時代。接下來第1名，代理不通這個問題如何排查以及解決？那這個問題問的人是非常多的。勇哥這裡的話總結了一套排查順序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首先啊，在確認 VPS 服務端本身沒有問題，這裡指的本身沒有問題，比如說你搭建的節點啊，證書沒有過期啊，系統沒有異常，穩定的這種前提下啊，你可以按照以下順序進行一個排查。首先，你盡可能的確認是否是協議的問題。當你出現某個協議不通的時候，你可以查看其他協議是否能正常使用，這樣就能判斷是否是個別協議被針對，比如說存在的 IP 端口被封啊，或者是 UDP 或者是 CDN 優選被阻斷的情況。那比較明顯的，比如說啊，你装了一個 ARGO CDN 节点，其他的直连节点呢，某个时段突然全部不通了，就 CDN 可以用，那这时候你可以8九不離十的能判斷出啊 IP 被搶了，或者是端口被限制了。那有些情況下啊，很難判斷出的話，那你可以嘗試以下方法，那就是重啟本地網絡與設備。你可以嘗試重啟你的路由器、你的光貓以及你的電腦或者是手機各個平台，所有的網絡以及硬件設備你都可以重啟一遍。很多網絡異常都可以直接通過重啟來解決。如果問題還沒有解決啊，我們接下來往下看啊，你就可以利用多設備、多網絡進行一個測試啊。你的電腦用你的寬帶啊，你的手機用手機網絡，千萬不要電腦和手機同時用一個網絡，你要測試同一個節點。避免呢僅依賴單一的一個平台或者是單一的一個網絡進行一個測試，這樣的話你就永遠被困死在一個區域裡面，吊死在一棵樹上，你就永遠無法排查出問題。那接下來這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檢查並更新你的客戶端。很多小白朋友們啊，他一個客戶端用了很長時間啊，一直不更新，客戶端相關的組件實在是太老了，跟不上服務端的變化。所以呢，你要時不時更換或者是更新客戶端以及內核，檢查不同平台的客戶端設置呢是否有衝突啊。如果你實在是檢查不出來是否有衝突，實在不清楚問題的所在，你可以直接將客戶端恢復成默認的設置，或者直接去客戶端官網重新下載一個客戶端。那麼在日常使用過程中呢，建議在電腦或者是手機關機前呢，先要關閉代理，這樣呢就能避免很多網絡的異常。養成這個習慣啊，關電腦、關手機，代理先關了，然後再關機。好，那今天啊這9大問題啊，小白朋友們一定要注意，相信這些乾貨呢會對你有所幫助。好，那今天的視頻就播到這兒，歡迎大家點讚、訂閱、轉發勇哥的頻道，我們下期節目再見。拜拜。